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台湾正考虑向美国提出一宗4837亿的军购案，约150亿美元。多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台军消息人士透露，台湾政府可能会购买洛马制造的神盾级船舰，以及各种空中力量和防空武器。台湾到底会买什么？这些装备会对台湾防御能力产生多大影响？今天大兵和各位一起聊聊这些问题。既然要买盾舰，我们首先要搞明白什么是盾舰。盾舰一般是指装备了神盾战斗系统的军舰，或者叫宙斯盾战斗系统。神盾战斗系统集成了先进的指挥与控制功能，能够同时处理来自空中、水面和水下的多种威胁。其核心组件包括相控阵雷达、决策指挥系统、武器控制系统以及垂发系统。雷达是系统的关键，具备3维搜索和跟踪能力，能够同时追踪数百个目标。该系统由计算机控制，并使用4个互补天线提供360度覆盖。我们在阿里伯克级舰岛上看到的8边形方块就是 ANSPY-6 雷达阵列，每个天线阵列包含148个模块，每个模块都具备独立的收发功能，便于维修和替换。对舰探测距离可达324公里，而对反舰导弹大小的物体可在84公里外发现，能够同时执行搜索、跟踪和导弹制导功能。值得一提的是，洛马制造的雷达系统不是宙斯盾的标志，比如美军最新的星座级护卫舰就使用的是雷神公司的 ANSPY-6。在雷达系统搜索到目标后，就交由指挥与决策系统负责整合来自雷达、声呐和其他传感器的数据，为指挥官提供决策支持，并最终由垂发系统或其他武器系统进行攻击或防御。美国现役的盾舰包括阿里伯克级驱逐舰、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以及为数不多的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如果台湾想购买，那肯定首选是最成熟、最先进的阿里伯克级。但是目前阿里伯克级美军他自己都不够用。去年由于薪资问题，美国数个海军工厂出现了罢工情况，目前美海军的阿里伯克级缺口还差21艘，想要其出口给台湾不太可能。如果要退而求其次，可能会选择的是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是美海军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服役的一系列多用途导弹巡洋舰。作为世界上首批装备宙斯盾作战系统的水面舰艇，提康德罗加级在防空、反舰、反潜和对地攻击等方面展现出了强大的作战能力。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的设计源自斯普鲁恩斯级驱逐舰，但进行了大幅度的改进，舰体全长约173米，宽16.8米，满载排水量接近9800吨。动力系统采用4台通用电气 LM2500 燃气轮机，采用全燃联合动力方式，总功率达8万轴马力，最高航速可达32.5节，续航力在20节航速下可达6000海里。舰上编制约为400人，包括军官和士兵。提康德罗加级的核心是其先进的宙斯盾作战系统，该系统以 ANSPY-1 相控阵雷达为核心，具备强大的目标探测和跟踪能力，能够同时追踪数百个目标，并引导多枚导弹进行拦截。此外，舰上还配备了 ANSPS-49 2维对空搜索雷达、ANSPS-55 水面搜索雷达、ANSPQ-9A 火控雷达等多种传感器，提供全面的态势感知能力。在武器配置方面，提康德罗加级装备了多种导弹、火炮和鱼雷。早期型号在舰首和舰尾各安装了一座 Mk26 双臂导弹发射器，每座可装填44枚导弹，主要用于发射标准 SM-2 防空导弹和阿斯洛克反潜导弹。从 CG-52 开始，改为装备 Mk41 垂发系统，前后各装8组8连装发射器，总计122个发射单元，可以发射多种导弹，包括标准系列防空导弹、战斧巡航导弹、阿斯洛克反潜导弹等。此外，舰上还配备2座 Mk45 型127毫米舰炮，位于舰首和舰尾，主要用于对海和对陆攻击。近防方面，安装了2座 Mk15 近程防御武器系统，用来拦截来袭的反舰导弹和近距离空中威胁。反舰能力方面，舰上设有2组4连装 Mk414鱼叉反舰导弹发射器，具备远程反舰打击能力。反潜作战方面，配备2座3连装 Mk32型324毫米鱼雷发射管，可以发射 Mk46或 Mk50轻型鱼雷。此外，舰尾设有直升机甲板和机库，
搭载2架 SH-60B 海鹰反潜直升机，增强了舰艇的反潜和搜救能力。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的作战能力主要是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防空能力，凭借宙斯盾系统的强大探测和跟踪能力，提康德罗加级能够同时应对多批次、多方向的空中威胁。标准系列防空导弹的引入，使其具备从中程到远程的防空拦截能力，能够有效保护自身和编队免受空中打击。其次是反舰能力，鱼叉反舰导弹的装备使提康德罗加级具备远程精确打击敌方水面舰艇的能力。此外，舰炮也可用于对近距离水面目标的打击。再次呢是反潜能力，舰上配备的 AN/SQS-53 舰首声呐和 AN/SQR-19 拖曳阵列声呐提供了强大的水下探测能力。结合阿斯洛克反潜导弹、轻型鱼雷和反潜直升机，提康德罗加级能够有效探测和打击敌方潜艇。最后是对地攻击能力，战斧巡航导弹的引入，使它具备了对地目标的远程精确打击能力，能够在远离敌方海岸的情况下对战略目标实施打击。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提康德罗加级也面临着老化和技术更新的挑战。为了保持其作战能力，美国海军对部分舰艇进行了现代化升级，包括更新电子设备、改进武器系统和增强防护能力。但由于维护成本高昂，加之新型舰艇的引入，美海军开始逐步退役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截止24年，仍有部分的提康德罗加级舰艇在役，但预计在将来的几年内全部退役。恰巧，台湾可以以更低的价格购买这些即将退役的军舰，或者是已经退役并未拆除的军舰。目前，美国共有13艘提康德罗加级处于退役但是未被拆除的情况。关于售价，每艘提康德罗加级的造价大约为10亿美元。如果是新品出口，一般出口价呢会比美军的采购价贵20%以上。但考虑到这些都是退役舰艇，如果美国同意向台湾出售，其价格呢有可能是低于10亿美元的。毫无疑问的是，如果台湾获得并且购买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势必会对其海军战力、威慑效果以及军事科研等方面产生显著影响。首先，提康德罗加级的宙斯盾战斗系统对台湾海军的防空能力产生革命性影响。目前，台湾海军主力的康定级护卫舰和成功级护卫舰防空能力相对有限，主要依靠的是 AN/SPS-49 雷达以及海丛树防空导弹等系统来应对空中威胁。然而，这些系统的探测范围和拦截能力相较于宙斯盾系统存在较大差距。宙斯盾系统装备的相控阵雷达具备同时跟踪数百个目标并引导多枚防空导弹的能力，极大增强了编队的防空覆盖范围和防空反应能力。提康德罗加级的引入将使台湾海军具备应对现代空中威胁的能力，包括大量来袭的反舰导弹和各类空中打击力量，其防空性能完全超越台湾现役舰艇的水平。其次，提康德罗加级的武器配置提供了更全面的多用途打击能力。台湾海军现有的成功级护卫舰在火力配置上主要集中于防空和反舰作战，例如装备有鱼叉反舰导弹和海丛树防空导弹，但缺乏对地攻击和深层次反潜作战的强大能力。而提康德罗加级装备的 MK41 垂发系统能够发射包括战斧巡航导弹、RUM-139、阿斯洛克反潜导弹等多种导弹。战斧巡航导弹可以进行远程精确对地打击，使台湾在远程攻击敌方战略目标方面具备更强大的能力。RUM-139 反潜导弹相比于台湾海军的 RUR-5 导弹，提供了更强大的远程反潜打击能力，能够有效地威胁敌方舰艇，形成水下威慑。相比之下，台湾现有的舰艇反潜手段主要是依赖轻型鱼雷和反潜直升机，射程和有效性较为有限。引进提康德罗加级后，台湾海军的反潜作战能力将得到显著提升。提康德罗加级的导弹发射能力也远超现役的其他军舰。台湾现有的舰艇大多使用的是有限的倾斜式或单臂导弹发射系统，导弹发射数量和速度都有较大局限。提康德罗加级的垂发系统总计具备122个发射单元，极大提高了导弹的装填数量和发射速度，从而提升了舰艇的火力密度和持久作战能力。
这意味着在面对复杂战局时，提康德罗加级能够更快地响应威胁，发射更多数量的防空或攻击导弹，从而确保作战效能。再者，提康德罗加级还在信息化作战和网络中心战能力上也十分优秀，其指挥控制系统能够将多元传感器的信息快速整合，形成综合战术图像，协同引导各类武器系统，具备高度的信息化作战能力。相比之下，台湾现有的舰艇信息处理和协同作战能力相对落后。提康德罗加级的引入可以显著提升台湾海军在复杂战场环境下的联合作战能力。特别是在区域冲突中，信息化作战是战场主动权的关键。提康德罗加级的先进信息处理系统和多层次传感器集成，将使台湾海军在战场上具备更大的战略灵活性和反应速度。从战略威慑角度来看，提康德罗加级的多用途打击能力和强大的防空反导系统将对潜在的威胁形成有效威慑，尤其是其具备远程打击敌方陆地目标的能力，将使台湾具备反介入区域拒止作战的有效手段，对敌方的重要目标形成远程威胁。这种威慑力量不仅能增强敌方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的成本，还能在战时为台湾赢得宝贵的战略空间。而台湾现役舰艇的作战范围和火力相对有限，主要用于近岸防御和区域防空，缺乏深层次威慑力量。因此，提康德罗加级的引进将大幅提升台湾的战略威慑能力。除了采购盾舰，有消息称，台湾这次还采购了 E-2D 先进鹰预警机。E-2D 先进鹰眼预警机是美国海军最新型的舰载空中预警与控制飞机，由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研制。作为 E-2系列的最新改进型号， E-2D 在雷达、通信、航电等方面进行了全面升级，显著提升了其探测、指挥与控制能力。该机配备先进的 AN/APY-9 雷达系统，具备360度全方位扫描能力，能够在复杂电磁环境中同时跟踪数百个目标。此外 ，E-2D 还采用了全新的玻璃化座舱设计，提升了飞行员的操作效率和态势感知能力。目前，台湾空军的预警机主要包括 E-2K 鹰眼预警机，这是 E-2系列的早期型号，经过了一定程度的现代化升级。但在性能上与最新的 E-2D 先进鹰眼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如果台湾能够获得 E-2D 先进鹰眼，其预警和指挥能力将获得显著提升。这一升级对台湾整体的防务能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E-2D 与台湾现役的 E-2K 相比，在雷达探测能力方面有显著差距。E-2D 配备了 AN/APY-9 先进雷达系统，具备更高的探测精度和更远的探测距离。特别是在应对隐身目标和低空巡航导弹时，表现得更加优异。相比之下 ，E-2K 装备的 AN/APS-145 雷达虽然也具备360度的全方位探测能力，但在探测距离和精度上已经落后于现代化的需求，尤其是在面临隐身战机等复杂空中威胁时，探测效能受到限制。引进 E-2D 将使台湾能够更早、更准确地发现来袭威胁，从而赢得更多的反应时间，增强空中防御体系的可靠性。在指挥与控制能力上 ，E-2D 也远远优于 E-2K。E-2D 具备先进的战术数据链，能够与战机、舰艇以及地面指挥中心实时共享信息，确保所有作战单位都能够基于最新的战术态势进行行动。而 E-2K 的通信和数据链路技术相对陈旧，数据处理能力较低，无法充分支持现代化的联合作战需求。E-2D 的引入将使台湾空军在作战指挥上具备更强的灵活性和更高效的协同能力，有助于实现陆海空一体化的联合作战，使各作战单位能够在动态战场环境中迅速做出反应并协调行动。E-2K 仍然沿用传统的模拟显示设备，操作复杂，任务人员的工作负荷较大。在现代战场上，态势瞬息万变，信息处理和决策的速度直接关系到作战的成败。E-2D 的数字化座舱系统和改进的人机界面设计，使其能够具备更加高效地处理战术信息，从而在高压环境中做出更快速、准确的判断和指挥。在整体作战效能方面 ，E-2D 的引进将使台湾海空力量在面对区域内日益严峻的威胁时，具备更强的防御和反击能力。
台湾目前的空中预警系统在应对潜在威胁的覆盖范围、精度和多目标跟踪能力方面存在着短板，而 E-2D 凭借其优异的探测和指挥能力，将有效弥补这些不足。特别是在应对高强度多方向的空中打击时 ，E-2D 能够第一时间对敌方飞机、巡航导弹甚至潜艇发射的导弹进行有效预警，显著提高台湾的防空反应效率。然而需要注意的是 ，E-2D 的引进对台湾的国防预算和操作人员的训练就提出了更高要求。E-2D 的采购和后续维护成本相对较高，操作和维护需要专业的人员和资源投入。台湾需要进行相应的人员培训，以确保操作员能够熟练掌握新系统的使用方法，并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作战效能。此外 ，E-2D 与现有的 E-2K 和其他作战平台的整合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资源，以建立起高效的联合作战指挥体系。除了采购 E-2D， 还有消息称台湾有意采购 F-35。不过，之前包括川普政府在内的多届美国政府均拒绝了台湾的采购申请。这次川普重新上台，不大可能会对该政策有所改变。对此，各位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